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前些天，一个92年的女生找我聊天，她在中国一所普通的大学河南大学读博士。她问了我很多问题，说话毕恭毕敬，特别是一直说你。后来又说了一次，我有很多东西不知道，问得多您不要介意。我说你问什么我都不会介意，但我介意的是你能不能不要说你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可能是在国外生活久了，这样听着真不习惯，也不舒服。要是我在中国，这样可能也很受用吧。他跟我说，在中国习惯了，平时跟导师、学院领导发个微信，用哪个字、哪个表情都要斟酌半天。现在博士最后一年，毕业压力非常大，要处处讨好导师和领导。他30岁了，一直都在上学，从来没有工作过，也没有去过国外。人生已经过去小一半了，想想其实蛮可悲的。在中国很难有真正做学术、做科研的环境，就算最后混到了文凭，一个河南大学的博士能有什么用呢？研究生如果不是清北复交，甚至就算研究生是名校，本科学校不是985都没有用，除非找关系可以进体制，不然根本就找不到工作，低不成高不就。这个女生的人生可以说就这么毁了，浪费了小半辈子。她也是这么觉得，所以如果能到外国发展，宁愿放弃博士学位都可以。是呀，有些人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，而有些人却愿意放弃一切，冒生命危险都要出去。外面到底有什么好呢？有些中国人喜欢说美国不是天堂，当然了，这句话是对的。美国要是天堂，我才不会来呢，我还年纪轻轻的，我才不想去天堂呢。要我说美国没啥好，只能说比较正常。不过这种正常是首先需要是一个正常的人才能体会到的。也正因如此，很多美国的好恰恰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不好。我刚来美国也是觉得美国很多地方不正常。这是我刚来的时候学校安排住的社区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，湖边有很多鸭子，鸭子也不怕人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些鸭子好像没有人管。直到有一次我问了一个美国人，这些鸭子是谁养的？他告诉我是野生的。我当时非常的惊讶，这要是在中国早就连根毛都不剩了吧。我想中国人看到这些鸭子，先想到的应该是炒着吃、蒸着吃还是烤着吃吧。在美国的学校里，我们的校长叫 Mike， 我的同学和老师见到他都是直接喊他的名字，而不是喊领导好、校长好。而我在中国从小学开始就被教育见到领导要喊领导好，领导来视察赶忙打扫卫生，列队迎接。有时候领导会偷偷溜进教室，老师跟我们使个眼色，我们腰杆就要挺直，胳膊还要叠放在一起。领导也知道我们是在做样子而已，可是双方都习惯了，所以一开始觉得美国人喜欢跟你打招呼，对着你笑，难免会觉得美国人真是好虚伪。直到后来回国跟陌生人问路的时候，对方突然后退2步，打量我一番后直接走开，才突然发现在美国求助于路人确实会更容易。我想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虚伪的环境下，所以反而会把别人的真诚当作虚伪。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的一位也是来自中国的同学告诉我，周末可以去领免费的食物。我很惊讶，怎么会有免费的东西？不会是有毒吧？我问你吃了没事吧？后来我自己去尝试了一下，确实无毒无害，而且还都是有机的，比去超市买的还要好。想想100年前义和团杀洋人传教士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教堂收养弃婴是为了吃婴儿肉，也不觉得难以理解了。美国的万圣节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孩子到处乱跑，到别人的家里要糖果。我想中国人压根就不会相信世界上会存在这样的节日吧。在中国哪有人敢让孩子出去随便吃陌生人的零食啊？不只是有免费的食物，美国还有很多免费的东西，而且并不是骗人的。有学校不时寄来免费上学的广告，在路边有免费帮人检查身体的机构，还有免费帮你申请救济、补助、医保等非盈利的组织。美国人还习惯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摆在门口的路边，都是免费的，谁想要就直接拿走。有玩具、衣物、厨桌、电器等等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肯定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新的，都是能用的。后来慢慢习惯了，
我也会把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，这可能就是正向循环吧。如果是周围的人都好，你也会变好，而当周围的人都坏，你也会变坏。耳濡目染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的人就失去了是非分辨的能力，自己已经不正常了，也不会察觉得到。生活在粪坑里，当然不会闻到自己身上臭。几个月前，我着急想闯黄灯，结果闯了红灯。不久之后收到法院寄来的罚单，同时还给了很多选项，材料很多，步骤很详细，还有不同的语言版本。首先，如果开车的不是你，填写表格寄回去。另外，如果你能说明因为紧急情况必须要闯红灯，可以上法庭请求豁免。如果你是低收入，可以申请降低罚款，还可以延期和分期支付。或者你不想支付罚款，还可以申请做社工。我就申请了做社工，被分配到一家二手店。美国的二手店是非盈利机构，东西非常的便宜，都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赠。我做了1天的工作之后，店长签名寄给法院，就不需要交任何罚金了。最后额外上了8个小时的交通学校的线上课程，这样驾照也不会扣分，所以不会导致车险涨价。美国的自由绝对不是一些中国人认为的自由就是可以随便上街杀人，而是一种体现在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性化。可是这种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人性化，如果你没有亲自体会，是永远不会知道的。你生活在中国，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，你自然也不会去想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可以让人们做社工来抵扣罚款呢？既能达到惩罚的目的，又能贡献社会，你压根儿就想不到，当然也就不会去批判。没有经历过好，你不会知道什么是不好；没体会过正常，你也不会知道自己不正常。在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眼里，美国真的是有太多的不正常。前些天朋友的孩子要上学，要我帮忙去教育局递交材料，这竟然就是美国一个市的教育局。一般的中国人肯定会想，这也太可碜了吧，美国不是世界第1强国吗？美帝果然是纸老虎呀。另外还有污蔑国家领导人的传单公然的寄到家里，这难道不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吗？国家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秘密，高官政要竟然还会主动辞职，政治不稳定，那国家不是乱套了吗？美国真的是有太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东西。所以美国到底有啥好呢？其实没有什么好，美国也更不是天堂，只是比较正常而已。我相信大部分想来美国的人，也不是为了来淘金、来发财、来享受的，只是为了追求这简简单单的正常而已。不过也有不少中国人只是为了赚钱，所以来到美国。特别是那些在美国骂美国、说中国好的人，你让他回国，他却说在美国赚得多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，那么你一定会失望，因为那样美国唯一比中国好的就是赚得多了。我希望一些想来或者已经来到美国的华人朋友，至少要体验到一个正常的社会，做回一个正常的人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